朱令，一位清华大学的天之娇女，曾站在人生的顶峰，未来本该璀璨夺目。1994年，离奇遭遇她中毒，一场丧失人性的凶案，打破了她的美好人生，真相至今未揭。命运一道无情的枷锁，将她困在无尽的痛苦中，让人心痛至极。2023年末，家人已逝，冤怒未平。老韩带你解读朱令八字的干支故事。大家好，今天呢，我来讲一下朱令八字的干支故事。那其实呢，朱令的事件啊，我也一直关注。后来呢，经过一些学员也好啊，包括身边的朋友也好啊，也跟我说可以讲讲他的八字，因为毕竟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巧合或者是未知的内容。那是否能从八字当中去找到一些信息呢？我觉得呢，这里一方面可以帮大家进行普及，帮大家普及八字的一些知识视角，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有可能从一些八字当中去发现一些我们未知的信息。那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会重点先从时辰来讲，我会分9个专题，那大家呢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点自己来去看。当然呢，这个9个专题在平台上是不是都能正常公布、正常发布，我也是未知，但是我是做这样的内容规划，而且呢都会先讲出来。如果大家看不到其他的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那第一部分呢，就会讲时辰啊，因为对于一个这种知名人士或者说明星也好，我其实讲过很多的案例了。那一上来呢，我都会进行时辰的探讨，因为很简单，一个时辰啊，决定一个八字的人生和富贵层次。换句话说，他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人事物，在时辰上都会形成一个注脚，一个落点。那不把时辰分析清楚，直接论八字本身的话，那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啊。第二部分呢，我会专讲六亲啊，因为这个六亲呢，其实是就更侧重于这个对于命主他的身边人，尤其是父母啊、兄弟姐妹啊、甚至说一些这种朋友啊等等啊进行讲解。那通过这个六亲部分的讲解呢，也是帮大家去理解如何去看一个八字的六亲啊。当然了，这个要学习六亲，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体系，而不是说只是通过一个视频就能学会的啊。另外呢，在时辰里边，时辰体系里边呢，也会专有这个，比如说印星为母，财星为父，但实际上真正看六亲的时候呢，也是不绝对的。第三部分呢，会讲才艺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朱令呢，他是才艺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呢，也通过这个八字来解读一下他的才艺是怎么体现的。第四部分来讲疾病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朱令是基于他中毒导致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受损，最后离开了我们。那如果他的这个八字是准确的，如果时辰我们也定准确的话，他的疾病信息也是可以看出来的，包括取向也可以取出来的。所以第四部分专门讲他的疾病的生成和病因。第五部分呢是讲这个贵人，因为在朱令事件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去帮助他，比如说贝志成啊和其他的一些人去在帮助他。那对应的第6部分的坏人，就是会有一些阴暗角落里边的人在出现做一些事情，可能是被我们现在所未知的。那我们是否能从八字当中去解读出来？那在第6部分当中会解读。第7部分来讲生命啊，这生命呢也是讲从它起始到最终的结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第8部分呢是来讲一些案件啊，案件的部分呢，因为涉及到比如说他的这个主要的律师也会发布了一些声明，那去提出来他的一些这种证物都遗失了。那在这里边，我们在八字当中能否去找到这样的信息，谁造成的遗失，我们都可以去进行解读。第9部分就是额外的内容，就是姓名专讲啊，就是进一步去讲讲这个朱令和他的姐姐啊，这个吴金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这个运势会存在哪些的相似性。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姓名其实跟八字有的时候姓名和八字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要结合起来看的，而不是说孤立来看的。那这里边呢，也给大家一个起名的一个思路。其实呢，我之前在讲过很多一些明星啊，他们的这个八字和名字关系的时候，比如说周星驰啊、郭麒麟啊，还有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岳云鹏啊，就他们的八字的时候啊，其实讲过啊，这个名字是跟八字的关联，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去多看一看。所以接下来我就重点讲讲它的这个时辰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信息，那朱令呢是1974年11月24日出生的，时辰是未知的。那对应1974年10月24日，那可以排除前3柱，就是这个坤燥、癸丑年、癸亥月、甲子日啊，时辰是未知的。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其实要从这个12个时辰里边去选择一个时辰与他的人生或者与他的这个对应的一些事件去相对应的。那首先看前3柱啊，我们看到日主呢是甲木啊，甲木日主呢，它坐在子水上边，坐在子水上面就存在一个象是什么呢？因为子水呢，它具有流动性，所以呢，甲木坐在子水上啊，它是具有流动的一个状态。同时生在亥水的月份，年支又是一个丑，也就是说年月日这3个地支形成亥子丑3会北方水。这个是什么信息？这个其实如果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水大木漂的一个信息。年月天干上又都是2个癸水，水大木漂啊。那这水大木漂对于甲木日主来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是给自己找一个根。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根啊，如果比如时辰上能够找到一个根，相对来说甲木呢，他就有稳定的一个立足点。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他的人生就很容易飘荡。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它的这么多的水会让甲木形成一些身体上健康上的一些隐患啊。第3方面呢，也不利于它的一些六亲啊。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要重点看一下哪些时辰容易让它有根，让它找到它的甲木的根基。比如说丙寅时、丁卯时啊、戊辰时。同时呢，这个癸未是木库。那这里还有个乙亥啊，亥呢是这个甲木的长生。那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判断啊，再结合朱令本身它是什么清华才女，那这个清华才女她的学历很高。第二个，我们都知道她的多才多艺，又会古琴，又会钢琴，又是游泳的这个国家队的啊，2级运动员啊，所以在这里边她的这个才华啊，所以她的特性我们要用一个才女来去定义嘛。那她这个才女是怎么体现的？又是非常有知名度，对吧？然后又是在才艺上有很多的一些表现。那在这里边啊，我们就要判断这几个时辰哪个会更符合她，或者说能够让她有更好的一个成就啊，跟她的实际去相符。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丙寅时啊，丙寅时有没有可能？如果它是丙寅时的话啊，丙火坐在寅木是甲木的禄星，这个禄星其实让甲木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年和就是月和日这么多的水去生这个寅木，这就形成一个叫印禄相随的组合。这种组合，再加上丙火透干啊，生在时辰上，能让它干什么？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务员啊，或者说能吃皇粮。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知道了，那他受到了什么？他中毒的一个影响，他的健康整个身体状况都完全受损。那也就是说丙寅时其实是不符合他的出生时辰的啊。那丁卯时有没有可能？丁火是伤官，卯木呢是甲木的一个阳刃啊。我大概看了一下，有一些讲八字的老师呢会定义成丁卯时。其实呢，之前呢我也曾经考虑过这个丁卯时，为什么呢？因为卯木啊跟子水有个子卯相刑啊，我们民间师傅呢告诉我们讲的是叫子卯相破，甭管是刑还是破，其实对卯木这个阳刃啊这个劫财根来说的话，它都是有破坏力啊破坏影响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因为卯木被破坏了之后，卯木代表一些神经末梢啊，这个一些精神系统啊，它往往就是精神系统容易出问题。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个卯木生丁火啊，它是什么？如果按纳音来讲的话，它叫炉中火。也就是说，丁火可以看成它的一些才艺，伤官嘛，代表才艺。但是年月2个癸水在克这个丁火。很多人很多老师呢他会定义成这个癸卯时呢，更多的一个原因是基于他是在今年2023年离世的。2023年是什么年呢？2023年是癸卯年。那所以癸卯年癸水就要克丁火，实际上是原局癸水克丁火的一个应期
所以这是很多老师把它的时辰定义成丁卯时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我认为它不是丁卯时啊。为什么不是丁卯时？因为如果是丁卯时的话，虽然说子和卯是相刑相破的关系，2023年呢癸水也克了丁火，形成这种正印制了伤官，但是癸水依然生卯木，卯木依然可以作为甲木的一个根。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年份里边，我们看上去是癸水把丁火克了，但实际上它的根没有被直接的破坏。那根没有直接破坏，它就不会在2023年离世，所以这是用反推法。所以在这里边定义成癸卯时，它也不是正确的丙寅时也不是那戊辰时会不会？戊辰时呢，戊土是一个偏财星，那戊土呢会帮着合年月的这个两个癸水，也就是说财去合到了这个印星有这个帮日主呢去得财的这么一个得这个印星的一个象。那这个辰是一个水库它有这个。那戊辰时从组合上来说是可以把年月日这3个柱子的水包括丑都收到辰里边去，但是呢戊辰时它依然让原局是水非常多的，依然是水当木漂的。虽然说这个戊土它帮助甲木合到了这个印星，看上去得到了高的学历，但实际上呢它最终的辰时这个辰它没有让原局有太多的一些改善这个改善怎么去体现呢？你看丙寅时和丁卯时天干上都有火，丙火丁火都有火，相当于为原局去暖局了。但是戊辰时它又是一个水库，它没有让原局暖局，所以呢这戊辰时也不可以。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辛未时这辛未时这个未呢是一个比劫库上面顶着个辛金，这个比劫库这个未跟子水有个子未相穿，跟亥有个亥未拱，跟丑有个丑未相冲那在这里边这个辛未时，未是比劫库可以作为甲木的一个根来出现的。那未同时又是一个燥土，这燥土呢虽然说丙丁火没有透干，但是燥土也可以形成一个帮日主来去暖局的这么一个环境场。所以这个辛未时可以去待定来去选择。那结合呢这个未是个燥土，那我们再看一下甲戌时有没有可能。甲戌时戌也是个燥土同时呢戌呢也能让前面3柱的亥子丑的水势来形成一些制约用土来去制水嘛。但是甲戌时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它没有让甲木在地支里建根，依然是一个什么呢？这个缺少根基的。而且呢实干上有个甲木比肩，这个比肩它体现出不是让日主甲木能有更好的一个名气贵气，而是体现出什么呢？更多的一些操劳与他的这个在之前自己的一些名声或者说他的这个才艺是不相符的。那所以甲戌时其实也是不可以那乙亥时呢，亥水是甲木的一个长生，实干上又有一个劫财这劫财其实依然让这个甲木缺少很多的一些贵气也不行。那我们再回头看其他几个时辰，甲子时也没有根，乙丑时也没有根己巳时，巳是可以看成一个火，可能调候的甲己又相合，合来己土这个财但是己土这个财它也能去有制印制这癸水印因为原局这个水太强大了但是它的根基己土的根基巳火就容易被这么多的水给冲坏所以这个己巳时也不可以。那戊午时，这个午火跟子水相冲，亥水跟午火也是相克，同时呢庚金是七煞，也就是说戊午时跟日柱的这个甲子又是天克地冲，天克地冲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这个戊午时也是不去选择的。那壬申癸酉它依然是什么呢？依然是金水相生，让整个原局当中水势变得非常强大那所以综合下来以后呢，我定下来一个时辰是什么呢？就是辛未时
这个辛未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之前在讲郭德纲老师八字的时候，他是甲子日，我给定的是辛未时。很多人呢还有不解啊，或者说没看过的，你们可以之前看一些我讲的郭德纲老师的八字。当然，郭德纲老师八字呢，他是年柱是壬子年、癸丑月、甲寅日、辛未时啊。那我给定的是这个辛未时，这辛金啊，它从年丑里边透出来的。辛金坐在位上，这是一个做虚的状态。那这个辛金作为正官星来说，它体现出什么呢？它首先正官星做虚，其实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名气。那正官星呢，它从年上透出来，年是为国家的宫位，比较大的宫位。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名气实际上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年上国家大环境的一些认可来过来的所以这个辛未时它有这样的一个象。同时未是一个比劫库有人跟我说了，你看郭老师那八字定为辛未时，未是比劫库，他食伤没有透干食伤没有透干怎么能当相声演员呢？其实呢，未中的丁火就是食伤，而且呢，未中除了丁火，它还有己土它还有个乙木，这个乙木会生丁火，丁火会生己土，这己土在干什么？再去形成一个壳形成一个壳来去包裹着乙木和丁火，去跟亥子水去抗衡去的所以呢，丁火就是甲木的伤官，就代表他才艺。包括郭老师呢也是如此，所以呢，这个辛未时才能体现出他又是有名气，又是有才艺。当然了，这个原局当中，亥和子都是对未是有作用关系的，但是有这个己土存在可以帮助来形成挡一下亥子的这种对丁火的一些破坏所以呢，定这个辛未时。另外，前三柱亥子丑形成一个三会水的这么一个组合，对这个未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了。对未有影响，未是甲木的一个根换句话说，未受影响了，对于日主甲木就会受影响。这也跟它的实际，因为有他中毒来去形成这种身体的受到病魔的困扰，对吧？这么多年下来，所以才会形成什么呢？才会形成跟它的实际也是相符的一个组合。所以给它定的是辛未时。那辛未时还有什么特点如果再进一步展开来说的话，这个辛未时我们会发现未这个它跟年上这个丑又是丑未相冲的，这一相冲体现出什么呢？体现出年上丑它里边藏有辛金来克未中的乙木，这叫什么呢？这叫官去制劫财因为甲木它可以以这个未中的乙木当作根，那也就是说它要跟很多的这种辛金丑中的辛金来去抗衡。它要干什么？它要去跟一些官方的去抗衡。那仅仅是官方吗？还不是还代表什么呢？还代表的这个丑。我们再进一步来看，就是子水、亥水癸水，这么多的水，如果要论根源从哪儿来的呢？其实都可以看成从丑里边来的。丑里来了这么多的水，然后丑里还带着辛金来跟未去抗衡，这说明什么呢？那未就变成了自己的体了，代表身体需要跟什么呢？去跟亥子丑阴暗的环境、阴湿的环境抗衡。那同时也会跟成什么呢？也会跟丑这样的阴暗的环境去抗衡。如果大家稍微有一些这个六爻基础的话，亥子丑呢，它都属于北方水。水是什么卦呢？是坎卦。坎其中有一个万物类象，它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疾病坎就为病那你看它要被被亥水、子水这样的坎水来去干扰、被困扰的，是不是我们知道它中毒也中了2次，那这个亥水、子水对胃的一个影响，那是不是就是2次这个它中毒的一个引发的疾病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去取这样的象。同时呢，这个亥和子它也从丑里边出来的丑又是什么呢？丑又是一个金库对于甲木来说又是官杀库所以呢，它也会要跟这么多的官方去抗衡同时我们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学校的？清华。你看清华这个清是我们都经常说叫水木清华啊，水和木清华。你看他的八字是不是就是水和木？这么多的水，这么多的木。然后呢，未土又是木库啊，亥子丑又都是水，对吧？所以你看，这是水木清华的一个组合啊，所以这也进一步说明，给他定辛未时是更符合他的。那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先讲到这里。那时辰篇给他定的是辛未时，之后呢，就其他几个板块都会按照辛未时来去展开。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持续关注。